测验成绩出来了。多少分啊？你看看进步了啊，进步很大呀，非常棒。刚刚妈妈说是周末不去古北水镇了。不差0.5吗？哦，那要不然周末爸爸陪你去北海公园划个船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还是回去写作业吧。你划船也挺……可以啊，其实84.5这成绩还可以啊。还可以什么？原来90多分的，掉到60几分，吭哧吭哧爬到80几分，85还没到。不是84.5跟85也没多大区别啊。是没多大区别，就0.5分的区别。85分叫优秀，84.5叫良。那你把这个0.5四舍五入，约等于也是85嘛？可以啊，你四舍五入吧。你高考的时候再帮他四舍五入一下，更好啊。那古北水镇就不去了，我都跟同事把班给倒好了。那我会都不开了吗？不去就是不去，原则的问题啊。不是，咱有必要什么事儿都只0.5分这么斤斤计较？有必要。原则就是原则啊！你别一天到晚你做好人，我做恶人。咱们这次说好了，攻守同盟，这事儿不依了。不是孩子，这周末想出去玩，你看，我都想出去玩。你说咱一家3口房子定了，到古北水镇，咱在这儿住一晚上多好啊！你说的。你要实在想去你就去啊，我陪着姑娘在家。你说这孩子，你说就差0.5，这哎，真是。媳妇儿，哎，你说这道题应该选什么呀？这道题。这不要看，这是 B， 哎，是 B 吧？这样。朵朵选的对的呀。对，我也觉得这题对。你这题最少0.5分啊！你等会儿，我再看一眼。这是 B 呀。啊，那他还是85，其实。这不是你再查查看看，这什么老师啊？查查还有没有错的。朵朵，古北水镇可以去了，朵朵。做大夫真是可惜了，没当间谍去。Jessie，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，如果今年的经销商大会和线下活动，安妮还是交给你来做的话，那线上的部分我们能不能也参与进来？是这样的，如果老板交给我，我这边完全没有问题 ，OK， 都 OK。这我知道，你就麻烦你跟老板说一声呗。啊，这事儿吧，老板做决策，我不太好参与。反正我一切听老板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看，Jessie，我的团队我们也都辛苦了很长时间了。行，我都知道了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，谢谢你啊 ，Jessie。哎 ，Niki， 安妮让你过去一下。好，马上就过来。好，行，我先去老板那儿一趟啊。好，你忙。进来。老板，你找我？我们家你认识吧？顺义那个啊，我去过，我上次给您送过钥匙。明天你要是有空的话，上我家来一趟，带上方大夫一起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有点私事儿。哦，行，好，那我明天下班以后过来。啊，好的，我走了。
看这里边这树啊，跟公园似的，真是，这是个豪宅啊！全是独栋，一栋2000多万呢。我跟你说，等我像安妮一样当上中国区的老总，哎，咱也来一套。你要是像你们老板安妮那样，变成一冷面机器人，我是绝技不敢给你一个被窝的。那我就换人跟我一个被窝。换谁谁也不敢呀！啊，你这一母变形金刚，人给你躺一被窝里，他硌得慌啊！哎，是这边吗？是这边啊。他这房子有点小唐顿庄园的意思。哎，要不就是那个《简爱》里边罗切斯特先生那古堡。罗切斯特先生坐在一个真皮的沙发上，踩着一块马毛地毯，然后冷冷地看着简爱说：“你会弹钢琴吗？你说会一点吧。你会弹钢琴吗？会一点。会一点。钢琴在那儿，那你就弹一点吧。”行啊，你台词都记得哈啊，原来是个老文青啊。那是必须的呀。哎，这时候啊，在这个神秘的古堡里，必须有一个神秘的女管家，操着一口浓重的伦敦腔。啊，大哥大姐，你们稍等会儿，安妮姐马上就来了。好，那你们先喝杯咖啡哈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谢谢啊。这伦敦腔有股窜谱的意思啊。然后啊，天就暗了下来，罗切斯先生就回来了。整个古堡里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息。这个时候，在古堡的阁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。听见了吗？是不是有人叫啊？是啊。不是，哎，你老是在人家待着呢，快。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什么路子这是？哎，Jessie，方圆，哎，方大夫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在那个公司年会上有见过。对，去过您那个年会。哎，坐，请坐。哎呦，你这真漂亮啊！这房子，他一路在夸。是，这院子也好，跟公园似的。要不要？有，那个有咖啡。有哈。哎，方大夫啊。哎，你们医院哪方面比较突出啊？我们是全科3甲，那比较突出的是这个精神科和神经外科。这听着有点像啊，但它是2个病。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帮帮忙。哦，没问题。我是眼科，是不是老人白内障的事儿？是我女儿。Rose 在美国读高中2年级，那还是一间蛮不错的私立学校。结果 Rose 碰上了校园暴力。我在国内工作忙，没有及时能顾及到她，还就这么一直忍着。这本来我想把她接回来，让她休养一段日子，
会自然好。可是他越来越严重了，现在基本上是任何生人都不能靠近他，整夜做噩梦。我本来是想把他送去美国，让他受点西方教育，再回到我身边。可是没想到会成这样。我真是对不住他。安妮，别哭了。咱现在想办法哈。病啊都好治，是不是？方大夫啊，您说，我找您来就是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这方面的专家？我不想带 Rose 去医院，你知道那个环境我不想再让她受刺激。是，明白。我还真有，我有个学长，是这个叫创伤心理学，是这方面的权威，之前在欧洲留学过。国内这些大的自然灾害之后的灾后心理重建，他都是那个咨询小组的成员。那他能不能上门问诊呢？费用什么都不成问题的。问诊倒谈不上，我先让他来看一看，好吧？你说这安妮家哈，情况这么好，条件这么好，结果孩子碰上这种事儿，真是这美国真够呛。哎，这也是个别现象啊！你别因为人家校园暴力，把人整个教育制度都给否定了。咱这也有暴力。我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被人同学堵在那个胡同里边要零花钱，我还跟人为这打过架呢。哟，你还打过架呀？你能打架吗？能是能，但是一般都被人追得满街跑。你那个本事也就是打我是吧？哎，我负责任说，我还真想过，我要是打你，我还真打不过你，知道吧？你这个条件啊，我跟你讲就是没练功夫，你稍微要练一练，我觉得3、5个壮汉是靠近不了你的。你是想说你老婆我是母夜叉是吧？不是，我觉得母夜叉形容你还显得稍微弱了一点，你应该叫母变形金刚。哎，喝。哎呀，所以我说方圆，咱可不能把孩子送出去，这送到国外去，这种情况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好，是不是？你说？你又说回来了，我就是说呀，行，都说把孩子送出去好，送出去有什么好呢？弄成这样。行，处理好了。我给那个 Rose 约了我同学，孩子可怜，你说这么大哈，遇这种事儿，终身都受影响。你跟你那同学说多关照关照啊。我知道。咱躲在他身边多好呀，是不是？好是好，但是这压力大呀。压力大，动力才大呢。没压力有什么动力啊？搞定。你说什么刚才？我压力大，动力大。你看你变形金刚那劲儿，这感觉马上就要变了。你管我？老大，安妮通知了临时开会，在大会议室。什么情况？戴安娜他们团队刚刚签下了 WFC 环球墨的首层黄金商铺，我估计是为这个事儿。过合同了吗？老大，公司一直有传言说要把我们2个团队合并，你可得小心点，戴安娜，这个女人心眼多着呢。咱们干咱们的活儿，其他的不用去考虑。走，开会去。谢谢大家，真的，这一次我们公司能够成功拿下环球贸，除了我要感谢我优秀的团队以外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 Jessie。虽然你上次的谈判并没有拿下这个 case， 但是由于你前期的那么多付出，也为我们这次签约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没有，我这也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捡了个大桃子。谢谢你 ，Jessie。戴安娜，
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是你们整体团队努力的结果，真的，恭喜啊！谢谢。戴安娜这个 team 在环球贸这个项目上非常的认真敬业，而且每天是早出晚归。据我所知呢，戴安娜今天早上把自己9岁的儿子送到了澳洲，就是为了没有后顾之忧，全身心的把状态投入到我们公司的工作当中。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是吗，戴安娜？是的。再过20分钟，我的儿子程程就要和他爸爸一起踏上飞往澳洲的飞机了。按理说，我的儿子才9岁，这么小，又是第一次离开我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应该去机场跟他告别。但是，我们团队拿下这么大的 case， 对于公司来说是件大事儿，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和儿子告别了。而且我们俩约好了，我在这边好好工作，他到澳洲好好学习，正好顺便也帮我看着我老公别沾花惹草。安妮，其实我做这么大的决定，主要是因为受你的影响。Rose 还那么小的时候，你就把她送到国外去，让她一个人独自面对社会，独自去学习。我由衷的敬佩你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也要向您学习，把我全部的精力全都奉献给公司。公司文化是鼓励大家要快乐工作、健康生活。我可不希望你们大家都误会我是一个只要一屋子只顾工作啊、不顾家庭孩子的女魔头啊。我们都知道，进入环球贸的这个产品它的展示效应要远远超过实际成交。加上厂租啊、装修啊、人力的投资，短期内是无法收回成本的。那么今年这个业绩，我们就要提升20%，20%从何而来啊？大家有什么想法 ？Jessie， 什么想法？我先说一下哈，真的，还是要恭喜一下戴安娜，因为我知道这个 case 能拿下来，中间太不容易了，所以拿下来无论如何对我们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步。但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，就其实在上一次竞标没有成功，我不是说推卸我的责任哈，我是说上一次竞标没有成功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丝窃喜。这一丝窃喜就是来源于刚刚的这段话。环球贸，它其实准确的定义是不是走奢侈品，它是走顶级奢侈品，它是走顶奢路线的。而我们的品牌其实是主要针对的是年轻消费群体。当然了，公司说一定要把这个拿下来这个项目，我知道公司考虑的其实更大的是广告效益，但是广告效益要产生什么？产生经济。那么我从这几个月的我们的对比来看，第一个，线下的这个收益其实现在稳步的在持平，或者是稳步的在有一点点提升，但是它的速度远没有线上快。所以我想从我们的价格，从我们的质量，从我们的 slogan， 从我们给年轻人灌输的理念，那么其实我希望我们的产品达到一个什么呢？年轻人一想到这种化妆品就想到我们，而一想到我们就想到年轻。我们一定要跟年轻挂钩。那么我们现在能够对年轻人进行洗脑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是什么？网络。真的，我说洗脑，你们可能觉得有一点太那什么了，但其实现在就是这样，他接触的最多的就是网络，一个是网络，另外一个是平时的这种全部媒体的一种轰炸。那么所以我想的是，一个是从媒体资源这块，媒体的全接触啊，深入的 match 的合作，另外一个就是在网络上进行非常有效的一些营销啊、话题啊、网络上的这种焦点啊、热议啊这些东西，对于我们的品牌都是有帮助的。我们的团队呢做了一个方案，
我们拿这个达人面膜做了一个方案，就是我准备在下个月开始对媒体全部进行深度的活动啊、平面啊，一些软文的一些全方位的一些接触，就是想通过这方面来提升一下我们的效益。20%我不敢保证，但是我们尽量往这个目标上冲刺，起码20%。好。刚刚戴安娜的脸色可都变了。要说安妮这个打脸，真是杀人不见血啊！可不是嘛。我可并不想大家误会，我是想要一屋子只顾工作不顾家庭和孩子的女魔头哦。戴安娜，还在。谁知道他躲在里面啊？我看着他脸黑着就出来了。不是米娅，如果你真的知道他就在里边，你还敢这么说，我绝对表扬你。我可不敢。行了，你先过去吧。啊。Hello， 嫂子，我芳欢。哎，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！啊，怎么了？我在美国也很忙的，我还要上班，我带2个孩子，我公公婆婆还住在这儿，我接待不了朵朵，对，我接待不了。你要是过来，我可以去机场接他，对吧？我给他找一个专门接待留学生的 homestay。你看我真做不了。谁说朵朵要来的呀？你是不是弄错了呀？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嫂子，你就直说吧。你想让孩子来美国留学，我懂。但是你让我哥好好跟我说嘛，你凭什么让我爸啊？美西时间早上5点半给我打电话 ，President Obama can do this, you know？ 好了，我要送孩子上学去了。Are you okay? Let's go. 好了，有什么事情那个我会发邮件给你的啊。那 homestay 电话我都会给我哥的，行吗？不是放。要把朵朵送出国，芳欢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全知道了，你赶紧给我回电话。蓝天办正事，来，你看，中国公民依次出国申请表。哎，这不是爷爷奶奶说送你出国去玩吗？对，之前呢，先要办护照，护照就要先填个表，有些呢爷爷都可以帮你填，就是这一栏你得必须告诉我，要说得很清楚。你呀，真是的，离寒假呀时间远着呢，你干嘛那么着急呀？急什么呀你？什么叫急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就办个护照，没个10天半个月批不下来，护照办下来还得办签证，又得10天半个月，最快也得1个多月呢。我先帮他把弄完了，这样省得他爹妈来不及时间去考。你看啊，还有这个一定要是你们学校单位人士报的，是吧？爸，哎，嘿，爷，妈，这个可是重要啊，爷。哎，这个怎么填啊？就这个。还有这几个。朵朵要出国啊？不是，这事儿怎么没人跟我商量？朵朵，你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妈妈，谁的主意？是不是你爸的主意？你现在全学的你爸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什么事情都瞒着妈妈。哎，文杰，你不能这么说话呀！
你爸爸也是一份好心嘛。出国留学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跟我商量？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今天是方欢给我打电话，我才知道的。我被方欢在电话里面骂一顿，我说莫名其妙的，我说我是朵朵的妈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事你跟我商量，是不是？什么事情现在都不跟我商量？我是朵朵亲妈，我是她的监护人啊。文杰，谁说是出国留学了？办个护照，这你爸一片好心，是出去旅游，出去玩玩，见见世面。有了护照，留学也好，旅游也好，不都方便吗？你怎么？方欢今天给我打电话说是出国留学。不说了，文姐，我心脏不好，你别进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这么嚷嚷，你行不行啊？出国留学怎么了？出国留学没什么错呀，何况我这不是让他出国留学，我让他办个护照，让他去参加冬令营，这错哪了？行，你是他的监护人，法定监护人，我不管。爷爷，你说有了护照，将来留学也好，出去玩也好，不就是方便吗？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跟你爸爸？算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不是方欢给我打电话，说是什么爸跟他说的要把朵朵送出国留学，然后还把我说一顿，说我不考虑他，说只能给我找一个 homestay， 不能住他家。那我一听电话不就急了吗？行，先这样吧，你们俩回家吧。爸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他脾气你还不知道。爸，那我们走了。爷爷，那我们走了，您别生气了。走。真是的，安全着他。爷爷再见。别回去吵架啊！一会儿好好说。再见。你要不要喝奶啊？不，那个妈妈，那我写作业去了。你去吧，手洗了啊。没事了吧？没事，没什么问题啊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回去你跟文姐说一下，别这样，什么事风风火火，不问个青红皂白的，乱发一顿脾气，真是让人受不了。啊？哎呀，圆圆，你爸这种身体情况，在家就我们俩，他要是病倒了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我只有打120啊。那什么，爸，回头说他，啊，要不然让他给您回个电话，回头给您道个歉。别了，这一弄把这事又弄得复杂了，也严重化了。没那样，行了，啊，别跟他说了，就说我没事。爸怎么样啊？没事。朵朵呢？朵朵睡着了。你吃饭了没有？行了啊，差不多得了。今天这事儿真的不赖我。下午方欢突然打一个电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劈头盖脸就跟我说要送朵朵出国。
我一下就懵了。我说这事儿没人跟我说过呀，爸也没跟我说过，妈也没跟我说过，你也没跟我提过呀。再说我不是没给你打电话，电话你也不接，我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我的，是不是？我这才去接朵朵的时候，朵朵就给我拿了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通知的让我填。我不是看着这个我就懵了吗？我也没仔细看，对，这肯定赖我，我要仔细看就好了。我这没仔细看，我就冲朵朵嚷嚷了几句，我还没冲爸嚷嚷，我冲朵朵嚷嚷几句。那然后爸就出来跟我说这次是送朵朵去冬令营，不是去留学。我说啊，我也没说什么，然后爸也没说什么呀。我走的时候爸也挺好的呀，啊，还说下星期朵朵再过来呢。挺好的啊。哎，你觉得一个老人血压190叫挺好的吗？我是说我走的时候他挺好的。你走时候挺好的，走之后我妈给医院打电话，你觉得挺好的吗？190血压你觉得好吗？童姐，哎，平常你跟家里边你呲朵朵，你冲朵朵嚷嚷，你再冲我嚷嚷，冲我喊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还到我们家冲我爸我妈喊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是？没冲你爸你妈喊。你怎么没冲我妈？跟朵朵发火的。你冲朵朵发火，当着我爸我妈的面，在我爸我妈家里叫指桑骂槐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朵朵什么成绩不好，测验不好，什么英语不好，数学不好，你没有一件事能放得过他。我稍微对朵说两句话。行了，你能别翻小账吗？那平常就你翻小账，我不能翻小账啊。那女的翻小账可以，男的翻什么小账？我今天就要翻小账，我必须把这事说清楚。翻。我问你，哎，你冲我爸说没说一句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？你说没说？说了。你这一句话，我爸血压一下上梁了。你觉得我爸是什么感受？当时190血压对于老人，我是医生，那老人随时可能过去。我问你，如果你那一句话说我爸，你别说了，我错了行不行？我认错了。不是，哎，我爸那一下子过去了，你说这责任谁担？你担还是我担？好，我承认方欢啊，他可能有毛病，他说话他直不愣登。你是嫂子，你是大人，你是成年人，你一点都不能体谅吗？反正今天这事儿没完，我不会原谅你，不想跟你说话。我洗个澡。不生气了，你洗个澡，洗完澡我给你按个摩。我不按摩，一辈子不按，按个屁！哎，我洗澡了。营销数据比上个月有了很大的提升，这个月想追加15%的广告预算，主要是用在达人面膜广告平台的宣传。我们还是主推这款仙人掌补水面膜，宣传方向是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，行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那安妮能不能今天帮我们把字儿签了，星期一就打款了？行，你给我去。她没在公司，今天在家。Jessie， 哎 ，sorry， 让你还这么跑一趟，应该的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今天要的这么突然。哎，反正呢，都按你说的改了啊，该加的加，该减的减，然后你签个字就行了。就你这个字儿值钱。我都看过了，还签什么呀？你再看一下，你看这一块整个的图标全部放大了4倍，这样就特别清晰了。很好。来，我签。哟，你这手怎么冰凉的呀？啊？还出汗呢你？是我这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出汗，潮唧唧的。你出虚汗啊？这是虚汗吗？你口干不干？哎，你别说，真是老想要喝水。你胸闷不闷啊？最近？有几次就是吃完饭以后就觉得有一点儿透不过气儿来。透不过气是吧？对，压着晃。对。你晚上盗不盗汗？盗汗啊，出汗。哦，出。我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枕头全是湿的。你那个每个月还正常吗？我就没正常过。什么叫没正常过？反正最近这1年多就几乎没正常过，不是早就是推迟。你没看过医生啊？没有，我想可能是不是太忙了，压力太大了。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中医这个叫阴阳失调，是西医啊，就是激素啊、荷尔蒙啊紊乱。哎，你们方大夫是医生，你让他赶紧带你去看看妇科去，你得检查的。啊？你上次什么时候检查的呀？啊？有我都记不住了。你赶紧去，我准你假。啊，这有这么严重吗？你今天就得去，你听我的。
那行，去啊！行，那我把这交到公司，我就下午请个假，我去看看去。你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带着去。不，我正好回去嘛，我把它给公司，他们都等着我呢。你去医院去，真的。那你不能让你再跑一趟，我回去吗？你脸色都不好。是的，我知道，我就送到公司我就去。往上看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往下看。哦，有点血丝，最近睡不太好，没关系。来，现在往右看，好，眼睛大致上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很好。对，哎，师傅，就跟这练的啊，假装这是给人看病是吧？正常。我讲，我年轻时候就指着视力表来对着空气演过好几十回。你刚叫我什么？师傅，你是不是早上这个坐出租车没改过口来？你怎么叫我师傅啊？但是他们这里都说老师，你都可以叫他师傅啊。哦，这样啊，你这样，如果呢我教你功夫，你就可以叫我师傅。或者说我给你开车，我给你做饭，你都可以叫我师傅。但我要教你给人看眼睛当大夫，你得叫我老师。除非你是跟了我特别长时间，你叫我师傅还说得过去。那我就可以叫你师傅啦，因为我都已经跟你快1个月了。哦，你们说1个月就算久了是吧？行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吧。你先帮我把病人叫进来啊。OK， 妈死师傅。哎，对了，见病人之前呢，先吃个早餐好。啊。35度。固定眼球，那个。注意看切入角度啊。放轻体。哎，请吃寿司。啊，干嘛？祝你手术成功。哎呀，这小手术有什么可庆贺的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你只会做摘白内障的手术，但今天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做这么精密的手术。你等一会儿，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当然是夸你呀，你呀又让我再崇拜你一次。哦，你认为这是属于夸我是吧？哦，行吧。哎，赶快吃寿司啊！啊，等我洗完手。再等就不好吃了。方圆，你怎么了？我病了。啊？哎，请问你有挂号吗？哦，嗨，这我太太。啊，对不起，师母好。童文杰，在我学生朱家城。你好啊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你怎么了？让我出来说话。啊？不，我出去。哎，师母，你要喝什么？我不喝，我不渴。我帮你们带咖啡。好，谢谢啊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慢点喝。你怎么了？我可能早更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排卵了，就是说我青春期结束了，我雌激素什么肯定都没了都。这样媳妇儿，你得等一会儿。你首先啊，你青春期早就结束了，啊，再说你早更，你不排卵，你自己怎么知道的？你不是早更，你是起早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真的，我有症状了。啊？今天安妮跟我说我有症状了。你这样，你有什么症状？你是不是早更？这正好在医院，一查就清楚。来，还早更了？这，我这。那我到底什么问题啊？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雌激素水平有些失调。那就是早更呗。早更啊，在医学上是指卵巢的早衰，更是身体的早衰。从目前情况看呢，您只是激素水平的问题，将来会不会造成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好说了。而且啊，每个人进入更年期的年纪不是一定的，存在差异性。那我要这种指标再继续这么差下去，那我不就是快到更年期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不是早更啊！那我这指标都这么低，你哪儿低了？你这雌激素有点问题。你看这孕酮，你是大夫，我是大夫啊。你王大夫，你接着说。这样吧，
我给您开点药，调一下激素水平。这些药吃了之后呢，会对你的症状有很大的改善。那你多开一点。那我真的不是早更哈。没事儿，吃2个月的药，重新建立人工周期就没事儿了。那什么，我请个假送你回家，你今儿别开车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开好了，反正我一回去就知道。要不然今天早我等你一会儿呗。别等，我今儿得后半宿了，我晚上查房呢。我们这现在女学生一个个都挺漂亮的哈，是不是现在不光拼学历，还得拼颜值啊？那当然了，颜值不高怎么还不招呢？对老师也挺孝敬的，都上手位了。人家把吃的递我嘴边上，怎么着我还不张嘴啊？你可以不张嘴啊。我不张嘴，怎么着拿牙顶着？你可以扭身就走啊，他还能追着你背啊？你呀，是得吃点药啊，调整这情绪。你情绪没问题。行了，你干嘛呀？一直这样对我啊？你这，我不都已经认错了吗？我这认错，真的，我都说一会儿，我回去，我买点水果，我去看看爸爸，对不对？你千万别去啊！你这一去，给我爸得气病了。我不会啊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我错了，方儿都训我了，错了，认错了不行。行，我上班了，慢点开车啊。蜿蜒的沿途一路曲折，有时候相信的未必开花结果。小路旁堆积太多叶落，风吹动你和我，剩下沙丘荒漠。小声地唱着我们的歌，歌词像本小说，渺小到失措。不惆怅，依旧安然无恙，依旧人来人往，伤才有散场。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倔强？每一步的地方，每一站都不会忘。舞台上远远的光，落在我的肩膀，想起第一次那个模样。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疯狂？用这灿烂时光，绽放不一样的光。就算黑夜再漫长，风景全被遮挡，抬头就有一片星光。季节一次一次更迭过往，也在一步一步实现愿望。我要让全世界记住我的模样。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疯狂？用这灿烂时光，绽放不一样的光。就算黑夜太漫长，风景全被遮挡，抬头就有一片星光。我怎么会变成这